机械反叛，兵凶战危，暴虐失控的炽天使，潜藏阴影的陌生人，弹间岛乱战，开启大逃杀模式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二笨。海贼王17075话实验城死亡游戏已更新，虚实之间上演求生戏码。扉页继续短期连载《吉亚马武感情海游记》第31期，又是一次大事件。天才科学家贝加庞克受邀与世界最高权力五老星会面，走上了人生巅峰。毕达哥拉斯说道，请回答，刚才的爆炸声是怎么回事？毕达哥拉斯。研究所一侧遭到严重破坏，滚滚浓烟将现场完全吞没。毕达哥拉斯生死未卜，只剩下神秘的脚步声依然徘徊在廊桥上。世嘉的呼叫没有得到任何回应，这真的只是一场事故吗？他在屏幕上搜索现场的影像，透过小小的电话筒，一片狼藉映入眼中。在那浓烟深处，什么东西正走了出来？人影！神秘人突然动手，一把伸向影像电话筒，现场再次发生剧烈爆炸，整座研究所又震动起来。世嘉在想看屏幕时，信号已经严重模糊，很快彻底消失。与此同时，监控室内的路飞突然站了起来，耳机里伙伴们的声音已经完全听不到了。此时，扫毛一伙和贝加庞克的分身们正分散在研究所内各处，寻找本体的踪迹。A 栋3层，纳美布鲁克和安迪生一组。你在哪呀，贝加庞克？小贼猫眼前一亮，整颗心已在宝石闪烁的光芒中沦陷。神秘的设备中似乎正在制备宝石，是宝石哎，快送给我！喂，是宝石哎，后面接的句子应该是好漂亮哦才对吧？有什么关系吗？反正都要离开这座岛了。确实是这样，没错啦。娜美收购完财宝，装得满满当当，表示太重了，还是先回去吧。爱迪生直接傻眼，明明是来找本体的才对吧？迫于无奈，娜美只好把包放在路边，反正待会回来的时候肯定还会经过。我事先说明，那个只是工业用的人造钻石。哎，钻石你们都可以造出来吗？你的眼睛是什么形状啊？未来真是一场梦啊！本体你到底在哪啊 ？A 栋2层，乔巴、罗宾和阿特拉斯一组。看到阿特拉斯这么快就复原了，乔巴的职业病又犯了，忍不住提问：“你的脸是面罩吗？脸和身体都可以根据喜好改变，未来就是这样的啦。”罗宾的注意力则被周围的设施吸引，瓶瓶罐罐的液体中似乎正在培育什么，这里面装的是人造器官，是一项在未来医学领域不可或缺的技术。连器官都能制造出来吗？好厉害啊！我还以为贝加庞克被切碎了呢。别吓我啊 ！A 栋4层控制室，世嘉还在不断尝试联络其他分身，却全都没有回应。路飞也走了过来，询问发生了什么。从刚才开始，耳机里就无法听到其他人说话了。该不会是坏了吧？路飞还以为又要赔钱了。但这次世嘉给了否定的回答，又指了指旁边的屏幕。原本平静的影像，几秒后突然黑屏，再也没有恢复。监控的画面正在一个个消失。中控台上各处监控相继出现故障，加上已经中断了通讯，现在控制室正在逐步丧失机能。路飞惊讶地看着，偌大的控制室如深夜般寂静，不安的气氛正在弥漫。直觉告诉世嘉，某个严重事态已经发生，在这个研究所里肯定还有其他人。B 栋右侧2层，山治、圣平和司徒西一组，气氛有点暧昧。能跟司徒西、萨玛一起航海，简直就像做梦一样。大妈的茶话会那天你也在场对吧？你可以把我当成你的狗狗吗？认真找本体啦，你这个小笨蛋！司徒西轻轻一撩，山治已经魂不守舍。圣平仔细观察着周围环境，似乎有许多危险的装备。司徒西解释，这一层是武器开发层，严禁一切冲击。西栋左侧3层，乌索普、弗兰奇和莉莉丝、约克一组。莉莉丝正在介绍自己手中的宝具——神奇的泡泡枪，能够反弹一切攻击的最强泡泡。约克打着哈欠往前走，只剩下铁人弗兰奇在卖力地呼喊着贝加庞克。众人突然停下，廊桥前方一阵滚滚浓烟，周围设施严重损毁，似乎刚刚发生过大爆炸。乌索普定睛一看，浓烟中倒着一个人影，立刻冲了上去。这是刚刚遇到事故的毕达哥拉斯，他的身体好像遭到了爆炸冲击，已经完全瘫痪，连脑袋都不见了。这也太惨了吧，头都被炸飞了。刚才的爆炸声就是这里吗？远处一个身影慢慢走了过来，乌索普立刻警惕地瞄准对手，来者却是毕达哥拉斯的头。虽然看起来有点狼狈，但好在还是逃过了一劫。是发生了什么事故吗？不过按照这个情形，8成是敌人的袭击。不是，实在是难以理解。我认为应该不可能，我还以为是我看错了呢。别啰嗦了，赶紧讲。或许是我们在设计上出现了失误，能不能讲重点啊？毕达哥拉斯突然察觉玉怎么不见了，回头一看，约克正在前方安抚着炽天使 S12。刚才爱迪生不是已经发出停止的命令了吗？你一直在外面等着吗？好可爱呀！S12对约克的亲昵毫无反应，突然默默抬起双手，摆出了暗心的架势。快停下，约克，不要靠近他！爱迪生试图阻止，但为时已晚。S12发动甜甜罡风，神秘波动穿透约克的身体，留下一座冰冷的石像，然后粗暴地将约克一脚踢开。下一个目标就是莉莉丝这些人了。为什么？那不是炽天使吗？
明明已经命令他们停止行动了，为什么炽天使还能发动攻击 ？S 蛇没有丝毫犹豫，再次抬起手掌，闪烁死亡辉光，又是一声惊天地动，激光重炮瞬间爆裂，直接将众人吞噬。蓝桥无法承受剧烈冲击，被完全摧毁，所有人掉入下层。看到了吧，命令根本就不管用。莉莉丝抱着毕达哥拉斯的脑袋，和弗兰奇一起利用盾靴子的浮力平稳落地。大神乌索普直接垂直落体，靠着过硬的身体素质优雅着陆。那个混蛋，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！我可以反击吗？那个小女孩，弗兰奇看向上方 ，S 蛇正冷冷地盯着猎物们。这场狩猎还没有结束。莉莉丝试图呼叫施加，却完全没有回应，通讯已经被切断了。玩笑开过头了啊！那可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最强的人类啊！我们没办法赢的。此时的控制室内也碰上了大麻烦，过来帮忙，路飞！索隆一声招呼，路飞和施加立刻赶了过来。只见绿藻头已经摆出了战斗架势，而他的对手完全出乎意料。这怎么是？焚烧烈焰的双翼，神人莫敌的杀气，这是最强人间兵器炽天使。两名顶级战力一起杀入控制室，索隆顾及身后的囚犯，无法放手一战。S 鹰 S 熊，快停下！是谁命令你们行动的？要是让这两个家伙在被锁住的情况下死掉，事后感觉会很不爽的。两名炽天使完全无视世家的指令，立刻发动攻势。炽烈激光再次闪动，凌厉剑刃破空而出，又是一场死亡浩劫。爆裂冲击裹挟着斩切锋芒，将眼前一切摧毁殆尽。路飞左手抓着施加，右手捞起陆奇。索隆看着卡库，险险躲开攻击。施加还无法接受眼前现实，大声惊呼：命令完全不起作用！炽天使完成开场白，一场恶战在所难免。如果我的命令不起作用，那就意味着给他们下命令的人是贝加庞克。假设这一切都在算计中，通讯被切断，把我们困在这里，那么对方的目的就是想要消灭掉我们所有人，干掉我们所有人吗？这些炽天使真是有够乱来啊！喂，草帽、罗罗诺亚，过去恩怨先放一边，一起合作怎么样？把我们的手铐解开，我确信会对你们更有用。很不情愿的样子啊！行星撞击，黑白反转，这次联手一脸憋屈。以上就是《海贼王17075话》的全部内容啦，下周不休刊。本话只有15页，内容比较短，依然是剧情回，围绕着研究所这场密室逃杀展开。前几话沸沸扬扬的卧底之谜，在本话有了第一个爆点，神秘人身影出现，炽天使集体作乱。如果说之前还在怀疑敌人是否存在，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敌人就在身边，并且相当棘手。世家的分析和毕达哥拉斯没有说完的话，都在引导我们推测神秘人的真正身份。另外一边，草帽一伙与分身们的分组也很有意思，几乎每一组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他们接下来会遇到什么？神秘人又会有什么行动？下一期我们来聊本话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